战一阳连连应着，好，以后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复你。雨萌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我爱你，不管你是杜雨萌还是狐狸翼或萌宝，我都爱你。雨萌，好吗？杜雨萌看他笑，我们现在不像是一对情侣吗？你对我又搂又抱的，不是情侣，我早就一巴掌抽过去了。闻言，战一阳喜笑颜开，雨萌，你答应我了，我好开心。欢喜的他搂抱住杜雨萌的腰，转了好几个圈圈。杜雨萌说他头晕了，他才停下来。雨萌，我太开心了，忍不住就抱着你转圈圈。战一阳歉意地说道，忽略了转圈转得多，他会头晕。我没事。杜雨萌轻推开他，说道，走，去我办公室。战一阳屁颠屁颠地跟着他去了他的办公室。你忙吗？忙呀，天天都忙。战一阳体贴地道，那你先忙，我在这里坐，主要看看报纸，等你下班，等会儿咱们一起去吃饭。不着急，你跟我说说黄历都跟你说了什么，给你送去的礼物你都扔了。战一阳答道，我叫他带走了，除了你送的礼物，其他亲人除外的女性送的礼物我都不会收的。他说你的坏话，被我骂他了，脸皮太厚，明知道我喜欢你，还好意思来追求我，那么喜欢当小三，黄家的家教也不过那样。战一阳话里话外对黄历都是满满的嫌弃。雨萌，我叫大哥给我安排了保镖过来，以后我出门都带着保镖，不会再让那些女人接近我3米以内。杜雨萌心里很满意，嘴上却说道，又不用那样吧，我又不介意你对我的感情，我还是相信的，相信你不会变心，不会喜欢别人。我介意，我讨厌他们接近我。杜雨萌笑，行行行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他去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战一阳接过那杯温开水，一口气就喝了个精光，渴死我了。渴死了又不喝水？我看到秘书给你沏了茶，拿了水果点心的，我心里焦虑，担心你误会我，神魂不在身上，哪里有心情吃吃喝喝。杜雨萌伸手就捏一下他的俊脸，你是活该，回复我又不用多少时间，不知道先回复我再过来。捉住他的手，战一阳憨憨的笑，我没有恋爱经验，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在很多地方我是做的还不够好，以后我会做得更好的。萌萌，你还爱我的吗？傻瓜，我不爱你，你能碰我一根手指头？别忘了，真正交起手来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2个人过去交过数次手的，战一阳的确打不过杜雨萌。杜雨萌的师傅可是世外高人，战一阳自是打不过他。战一阳又傻傻的笑。2个人腻歪了一会儿，杜雨萌就去做事了。他趁战一阳不注意，从文件夹底下拿出了手机，不让战一阳知道他刚才是故意不带手机在身上的。杜雨萌重新投入工作中，战一阳偷偷地拍了他一张认真工作的相片，然后发朋友圈，配上文字，这是我未来孩子的妈妈。很快他的兄弟们就给他点赞了，问他是不是追妻成功。战一阳得意洋洋地回复兄弟们，萌萌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。众兄弟结婚证1天未领，都还会有变数。战一阳心里腹诽，那是老五他们还没有追妻成功，嫉妒他才会说那样的话。他对待感情专一，雨萌也是一样。2个人既然真心相爱，就是一生一世，结婚领证那是早晚的事儿。战一阳不仅是在朋友圈炫耀他追妻成功，还迫不及待地在海城关宣他和杜雨萌的恋情，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。他是说到做到。在他官宣了和杜雨萌的恋情后，海城的人发现这位战家4少爷开始讲究排场了，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。那些保镖个个都身材高大，眼神锐利，神情严肃，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。他们不仅仅是保护战一阳，更是防着年轻的女性接近战一阳。大家明白过来，战4少这不是摆排场，而是学着他大哥那样带着保镖保护他的清白。
不给除杜雨萌之外的任何年轻女性半点机会。战逸阳和杜雨萌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战远和欧阳雅都见了家长，那关系更是牢牢的。就是老五还没有带女朋友回家，但他说正在恋爱中，女朋友觉得感情还不够深厚，未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就不想太快来见家长。海童坐月子，就是靠着听几个小叔子的八卦消息打发无聊的时间。孩子有战印照顾，连同他都被战印照顾得很好。姐姐都说她月子里脸色红润了很多，一看就知道是被照顾得很好，恢复得快。她坐月子时，商小飞和君然办婚礼的日子也确定了。就在她出月子后的半个月，海童还听到了一个八卦消息，就是以龙太太身份出现在她面前的宁思琪竟然跑了，彻底离开了管城，也跟所有认识她的人断了联系，只给亲弟弟留了一封信。那封信最后交到了宁云初的手里。从他的信里得知他这2年来过的什么日子。他在信里告诉弟弟，他永远都不会和宁云初做姐妹的，哪怕她们是亲姐妹。若不是宁云初和海童，他也不会成为龙先生的棋子。受尽委屈，受到伤害，还流掉了一个孩子。他还怨恨父母，怨恨弟弟，怪父母将家产都交给了弟弟，怨恨弟弟更信任大姐。他和弟弟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弟，弟弟都不站他这一边。宁云初没有太大的反应，他早就知道与妹妹是无法和解的了。不要说宁思琪恨着他，他同样恨着宁思琪。宁家的人除了弟弟，宁云初都不在乎了。不久后，龙先生就偷偷的来了管城，他以为没有人知道，殊不知被苏家盯着呢。海童等人分析过宁思琪和龙先生的动机，在确定龙先生的身份后，他们猜到是冲着龙庭来的，还与洋洋有关。因为洋洋和龙庭是小伙伴，他们就想通过洋洋去确定一下龙庭的身份吧。许思琪逃离管城，据说是睡了他身边的2名保镖，那2个人对他的看管就松了点儿，被他找到机会带上金银珠宝逃离管城。龙庭跟着施工生活，有那么多人保护着他。海童倒是不担心龙先生利用洋洋就能见到龙庭，战家与军家又不是吃素的，牵涉到那么多省市的豪门大族，龙先生再厉害也无法一下子对付那么多的豪门大族。他还能在龙氏家族里当代理家主，那是因为龙庭还小，未到复仇的时候。宁思琪的事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并不会在海童和宁云初的生活里掀起多少波浪。身边的朋友姐妹们都收获了幸福，这才值得海童关心的。日子就在平淡又不失幸福中度过。6年后，阳城，蓝若若刚到阳城大酒店，就看到了他生意场上的死对头战伟。他一如以往一身黑色的西装，打着一条浅蓝色的领带。说实话的，这个男人很帅，是蓝若若见过最帅的男人。他不仅帅，还很厉害，短短3年时间就让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起死回生，又花了2年让那家公司成为阳城的大公司。由于2家公司属于同行，2个人不可避免地有了交集。不过他们俩的交集都是抢生意，谁都知道不能在蓝大小姐面前提起战伟，谁提起他就谁急。做梦都想踩战伟2脚的他，千方百计就想打击战伟。最近他亲自出马谈好的一单生意，在快要签合同之前，竟然对方又变卦了，不与他公司合作，转而与战伟的公司合作了。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战伟那个混蛋，不要脸的又半路截了他的胡。战伟这个该死的臭男人。此刻看到战伟，蓝若若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。不过今天战伟竟然和一个美少妇走在一起，对那个美少妇态度很好，他怀里还抱着一个大概1岁多大的小女孩。那小女娃有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，五官精致的像洋娃娃，很漂亮。第一眼看上去，蓝若若竟然觉得那个小女娃和战伟有3分相似。
少妇手里还牵着一个大概5、6岁的小男孩，那小男孩也是个俊俏的娃娃，跟战维亦有2、3分的相似。难道这是战维的妻儿女？据他所知，战维并没有结婚，反正他认识他5年了，没有听说过他已婚。他平时对谁都是一副笑脸，典型的笑面虎。很多女孩子对他有好感的，也追求过他，都遭到了拒绝。他知道有几位阳城本市的豪门千金至今都还对战维念念不忘，无法放下对战维的感情呢，痴情的很。难道战维是隐婚？那个美丽的少妇就是战维的隐婚娇妻。死对头隐婚的瓜，蓝若若还是想吃的。于是他示意秘书先回公司，他悄悄跟在战维的后面进了阳城大酒店。战维带着那个女人直接去酒店1楼的咖啡厅，蓝若若马上跟随。战维不知道自己被跟踪了，他带着海童母子3人进了咖啡厅，挑了临窗的位置坐下来。大嫂，你们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机场接你们呀。战维抱着小侄女坐下，对小侄女那是爱不释手。他5年前孤身一人来到阳城，想在阳城创业，兄弟那么多，就数他们这几个小的还没有自我创业，他就挑了距离管城2000多公里的阳城，先是从职业经理人做起，接手了自己现在的公司，将公司经营起来了。如今他在公司里也占有1半的股份了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，不再是单纯的职业经理人。这5年来，他忙于工作，很少回管城，加上他在阳城也很低调，都没有人知道他原来是管城首富战家的7少爷。在他上面的几个哥哥都结了婚，如今的他侄儿一大堆，侄女目前只有1个，是大哥大嫂1年半前生的2胎。小侄女现在1岁半，会走路，会说简单的话，漂亮的像个洋娃娃，很讨人喜欢。海童2胎生了女儿，应了大师说的他和战银慧女双全之命。女儿战熙，小名贝贝。贝贝是一出生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呀。在他出生之前，战家的曾孙辈已经有了7个带把的，是海童和他5个妯娌生的。他1个，乔涵2个，其他已经结了婚的都生了1个儿子。所以在海童生2胎时，他的宝贝女儿顶头便有了7个哥哥。战家几代人都没有女儿战熙的出生，让整个家族都欣喜若狂。战氏集团还给所有员工都发了大红包。战老太太在年近9旬时，终于如愿抱到了曾孙女，再也不用羡慕君家老太太有曾孙女了。6年的时间能改变很多事情，也能让年事已高的老人家离开人世。君家的老夫人就在去年因病离世，老姐妹又走了一个，老太太那个难受呀。到了今年已经90高龄的她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了，再也没有精力给老7、老8和老9挑选媳妇了。故而今年都31岁的战维，目前还是单身狗1个。老8和老9不用问了，也是单身狗。老太太如今只能打电话，催一催离开管城在外地发展的老7，早点找个好女孩结婚生子。他老人家还希望能看到9个孙子都结婚了的。战维不是不想结婚，奈何这么多年来，他忙着工作上的事，实在没有时间去恋爱。那些追求他的女孩子，他又不喜欢，就单身至今了。反正他亲生的2个哥哥都娶妻生子了，父母早已过上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生活，就差他1个儿子还未婚，父母压力也不大。临时决定出来玩几天的，就没有提前告诉你。阳城挺多景区的，我也没有来过阳城，刚好沐晨放暑假了，就带着小兄妹俩出来见见世面，免得在家里吵死。海童的儿子战沐晨今年6岁，刚刚幼儿园毕业，9月份便能上小学1年级了。战沐晨很像战印，越大越像，像是一个横子里印出来的。战维说道，阳城是有很多旅游景区，那这几天我休息，当个免费的导游，带你们玩上几天。他又问大侄儿，宝宝你想去哪里玩？战沐晨出生后一直没有取名，大家都是宝宝的叫他，叫着叫着就成了他的小名。
占西、小明、贝贝，兄妹俩的小名加在一起就是宝贝，是他们父母的宝贝，是占氏家族的宝贝。